近日，中国主办了第14次金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西方国家不爽了，对华态度强硬。想不到法德背刺美国。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经持续了16年之久，虽然有时也会发生分歧，但关系依然坚固，共同齐心协力发展经济。在此次会晤上，5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在思考该如何寻找新伙伴，带动更多国家一起发展，从而推动全球的发展。而北约在团结这一点上就远远比不上金砖国家。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利益而走到一起，就必然会因为利益而分裂。当各个国家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便会存在巨大的分歧。例如近期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北约峰会出台了一份新的战略概念文件，而中国首次被列为了关注点。很明显，美国已经把矛头对准中国。美国与英国希望能对中国的举措更加强硬，一方面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让美英担忧，生怕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美英也害怕中国发展的太快，美国霸主地位不保，所以美英一直极力阻挠中国的发展，威胁其他国家不许和中国有合作往来。可北约并非铁板一块，没想到法德竟背刺美英。毕竟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德国的电器和汽车在中国就十分受欢迎，并且中国还拥有大量的稀土资源，这非常利好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德国国内也有部分反对的声音，可谁会和钱过不去呢？德国不久前还在中国进行了一笔史无前例的大投资，当然不可能放弃，这就要到嘴的肉。与此同时，法国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也数不胜数，金额直接达到了数十亿美元，还有大批法资企业想继续在中国增加投资。由此不难看出，法德两国虽然属于欧盟，但也是主要的对华投资国。倘若法德为了讨好美国欢心，追随美英对华强硬的做法，恐怕会造成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不光投资全都要打水漂，企业也要受到重创，那不是在拿自己的国民开玩笑？于是中国又收获了2个铁杆，法德一起向欧盟呼吁要区别对待，不能用对待俄罗斯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另外的许多国家也呼吁要停止对中国的恶性对抗。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损失，一味地胁迫他国跟随孤立中国，这是极度自私的行为，最后只会给世界带来无尽的灾难。此前，伊朗和阿根廷已经提出申请加入金砖国家，这也是放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同中国合作。美国还想玩孤立游戏，可惜这种阻挠已经没用了，和中国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就连美国的好盟友们也不再顺着美国的心意来。美国的做法与时代的大趋势相悖，在如今全球遇到各种危机的时刻，不想着合力解决问题，还故意制造矛盾，这种做法是必然失败的。